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好了，所有网络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持续来欣赏2025年的 AVC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的现场直播。在待会呢，我们台湾的代表呢，庄子琳以及胡成刚呢，要来面对泰国3队的挑战。那泰国3队呢，这2名选手啊，在这一次的这个积分的排名上面呢，其实是在所有的参赛队伍排在 Top 5， 刚好是排在第5名。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这个首场出赛的这个庄子琳以及胡成刚来说啊，可能会有压力，因为就积分上，其实这2个团队事实上是有一些落差的。那这场战况会怎么样来发展呢？就要持续的请教我们的球评老师顾乃涵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对，老师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我觉得阿刚跟子琳他们第一个年轻，其实我觉得他们不会去畏惧说对方的强度或者是分数有多高，所以他们应该是可以放松或者是很放开来的打。对。在男子组的比赛跟女子组的这个赛制上当然是相同的，就是说一样是分成8个分组，然后每一个分组的前2名呢是能够晋级到接下来16强的单败淘汰赛制。所以这个在这个分组里面呢，其实同样对于子琳以及陈刚来说呢，都有这个所处的分组里面都有3支的队伍，所以他们都要打到2场的分组赛之后呢，小组循环结束之后，然后再来看看战绩能不能够排在前2名，之后再来抽签去做下一个这个轮次的对战。不过我们刚才有提到，在积分上呢，双方其实是有一些落差的，所以这场赛事呢，真的在自家的主场，然后我们也希望每一场比赛呢，只要有台湾的团队出战呢，都能够这个快刀斩乱麻哦，尽量能够节省时间就节省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场现在风势慢慢在增强，然后温度却在不断的提升。那对于选手来讲呢，就是这个比赛的体能的消耗啊，其实会越来越剧烈。从前一场赛事我们看到，在女子组的比赛，澳洲3队的这个 Plessy 呢以及 Colin， 其实在关键的决胜局里面就很明显的发现到，其实在体能上是有些负荷不了了。那对于台湾的球员来说啊，不过这个部分是不是男子组可能比较出现的机会比较没这么大，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吗？我觉得男子组当然，如果以体能来说，男子组先天的条件是比较好。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亚洲国家，其实它现在都是比较偏热，所以我觉得适应上应该不会落差太大。对。所以在泰国的这对组合来说，尤其是我们知道泰国的环境啊，对，跟台湾非常接近，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所以在这种所谓的高温炎热的环境当中作战啊，可能倒不是他们选手要担心的事情。那方才我们提到呢，在这次的参赛的这个名单里面呢，哇，我们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啊，邀请了来自17个国家48支的球队。那现场的这个 DJ 呢，要先来介绍双方的球员进场。公开赛屏东站编号第6场次比赛，由中华队出战泰国队。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V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dong Open. Match number 6, Team Chinese Taipei versus Team Thailand.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Kasim from India. 来自印度。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孙明辉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泰国队 Team Thailand. Number 1, Pitak Tipjan. Number 2, Wachiloit Wapa. 接着介绍中华台北队 Team Chinese Taipei. Number 1, 庄子琳。Number 2, 胡成刚。
好，在介绍完双方球员来到了场内之后呢，这场比赛呢就要正式的开战了。那方才提到这个泰国3队啊，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在我们这次的参赛名单当中是编列在赛会的第5种子，但他们现在实际上在 World Ranking 上面呢，他们是能够排在100大之内，是排在72名，他们的积分呢也将近要来到2000分，而且在今年的这个所参加的这个 ABC 的赛事呢，也有拿到过4强的记录，所以也说真的到超级强也没有，但是在积分上能够将近2000分，绝对有一定的实力在。对，因为他们毕竟自己泰国也举办很多比赛，然后也会参加外面的 ABC 跟世巡赛，我觉得经验上比赛累积很多。好。这边掉了一个往前小球，双方非常快速啊，都能够有得分的表现。男子的比赛的节奏啊，这个反应就要更加的迅速了。对。接发没有问题。球哦，就是你拦到也没有办法挡住这颗球。哇哈哈！这个两边呢都在看谁的这个武器啊，重兵力、重火力啊，谁的火力更加的凶猛。对。这次的接发并没有接到，所以让泰国3队呢现在是取得了1分的领先。哇，可惜了，这个接连的失误，因为方才在前面的转播，乃涵老师呢就有提到，其实在发球啊，当然攻防两端都有这个逆风边、顺风边哦。对。那现场现在的风势呢，又比我们前面2场的转播要变得更大了。对。那代表能够就是对比赛这个外在的因素影响的这个程度呢，也比前面要来得高。而且泰国队他刚在逆风处发球，他又发的又平。对。所以急降的那个速度又更快。对。两边在一开始还是要互探一下虚实。就攻击能力上、经验上面呢，我觉得在整个条件上、技术上，应该是双方是旗鼓相当的。好球！可能会慢慢演变成就是谁的稳定性更高，失误更少。当做球或 timing 只要是到位的时刻，得分都不是问题。是的。好球！好球！ Nice！ 他刚刚弹跳速度很快，爆发力很足。再来守一波，哇！这个时候越过了风阻线，这就真的没办法了。哇！这个反应真的是够快，没话讲。P-Tag。可能我们自己的拦网节奏要调整，因为毕竟对方出手是第2时间。
哦，好球！对，泰国在拦网的这个准备动作上面啊，也还蛮鲜明的，会把整个重心压得非常低，然后去抓第一时间点来做拦阻。但他刚刚应该是抓第二时间，所以他起跳弹速没有那么快。所以这种球就是没有快攻的话，大概就比较好掌握了。两边的这种再往前啊，做球做到的扣杀都非常的强劲。对。好球，好球！这场比赛的第一局里面啊，其实双方呢是这个分差的咬得还蛮紧的。对。现在看起来就是各展所长的一个局面，5-5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积分就是仅供参考啊。我们不是实力不如人，只是比赛打得少而已。好球！还能够被对方守住。Nice。再来重新组织一次，这个高度，哇！结果直接被对方给挡了回来。因为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对。举球的稳定度是对选手的考验。对，真的，就说事实上，就说跟你平常所要用的力量或是这个方向，都要去做一些及时的微调了。对。就连发球也是，这种都很细节，很眉角角。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做球想要做开网一点，就被风吹着吹着就这个来到网带旁边了。对，因为毕竟我们在训练的地方它不是海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要适应，就是有风的时候。对。哇，第二时间。好，现在两边呢来到21分，这球也打得很细腻。对。不过还好，虽然现在是有着3分的落后，但是重点还是得看整个比赛内容的发展上面了。那就火力输出上，可能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往前的攻击能力都相当的不错，但可能就是目前看起来，或许在这个比较细腻的地方或者经验上面呢，现在泰国3队看起来是占有这么一点点的优势。但分数并没有完全被拉开，而且比赛也才刚开始啊。对。如果我们是先抢下第一局，当然就希望直接2局砍球一妈死。但是如果是对手拿下第一局的话，就这个我们就期盼的比赛就要打到决胜局里面去。对。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庄子林以及胡成刚啊，其实也才刚拿下这个全国沙排的锦标赛的冠军亚军了。对。所以是带着蛮不错的自信心呢，来到这一次的比赛中。OK， 才刚讲完。真
的追不到，要防守的范围也非常的大。后防的取位点有点太斜了。哦，对，我觉得可以可能稍微偏太在中间一点点，是不是？稍微对。哦，好球！干净利落。嗯，其实这场比赛可以看到，这个庄子霖、胡晨刚的弹跳能力其实都很棒。对。好，这边就有点逆风的帮助对方的修正，扑过来，还在，再来，球还活着，手一波，哇，那是一次的 touch out。对。好球，好球！在处于2分落后的情况底下，你得1分，我得1分，这对台湾2队来讲啊，当然希望对方出现一些乱流，出现一些失误。抓到了，守住了，机会来了 ，nice，这个对方防守没有办法来不及还原的时刻，直接抢下了这1分。还是非常恐怖啊！球在制高点。对，虽然很小只，但是它起跳爆发。哦，泰国这个真的弹速很快。对。Wachirawi， 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Pita。这次的进攻角度被对方给抓到，换我们要想办法守回来，没有落地之后，现在分数又稍稍的被拉开了。这个时刻，现在子霖以及陈刚啊是有面对到一些分数的压力，因为慢慢在往21分靠近当中。这个时刻的落后3分，跟比赛初段的落后3分是有所不同的。好球，好球。只要球起来，我觉得阿刚或子霖都还蛮敢打的。Nice， 要再来收一步 ，What a play，good D。哇，这是非常这一局里面相当关键的一次防守拦网。对。哎呦！哇，有看得到球的来势啊，但速度真的太快了。是守在对的位置上，17-15。Wachirawi 的发球，哇，还是没有在界内，趁着对方的发球失误，看能不能把比分给扳平。哇，可惜了。两边都刚好礼尚往来，都各发球的失误啊，送给对手1分。挑战。我们用这个裁判老师啊，这个主审呢直接走过来，我们现在换这个角度来看，哎，其实蛮接近的耶。可惜了。还有，哇，这球有在界内吗？有，哇，对方在发球上面突然来一个奇袭，
那最后也拿下了这一分。突然发了一个短球啊，而且刚好也因为在逆风边哦。嗯。把握一下。对。并没有能够做好，哎，对方也是出现了失误，组织上面的失误，机会来了。双方现在状态都瞬间有一点凌乱，但最终呢是由台湾2队庄子林、胡晨刚拿下了这一分。好球！有手到了，刚好带着网带过去，哎，就应该是打到旁边的标杆了。对。20-17，现在对方呢来到了 set point。Ravi 发球，好球！哇，结果这个角度其实落地的空间不大够，就在第一局上面啊，是让泰国3队的这对组合呢，先在局数上面开胡。21-17， 4分的差距。那这个状况呢，其实就跟这个前一场赛事呢，我们的这个刘碧信以及吴淑芬是一样的，所以相差这种3分4分，其实就是代表其实实力是非常接近。对，而且阿刚他们其实防守起来到比赛中后半段其实都有守到蛮多泰国队的球，然后守起来的反攻成功率也很高。对，所以应该要记着方才的成功的经验啊，然后再去在下一局当中啊，赶快去做一些临场的调整。整个比赛的内容不让人担心，并不是一面倒。而且这一组啊，本来就是在分组上面呢，一共有3支的队伍，就实力的排名上面，这个泰国3队啊，在这组里面是这个中子排名名次最高的球队。所以就算是这场比赛，如果最终是没有办法能够闯关的话，当然我们这个庄子林、吴成刚这个台湾2队啊，在这个分组当中还是有机会能够取得晋级的门票。对，对方一开始的发球失误送了1分，开心收下。泰国队发球。第3颗，可惜了。刚阿刚那个他的想法跟他想要打的路线很好，因为可惜顺风了，他的身体没有跟上去，所以哇，所以泰国的选手感觉真的是还蛮能够去掌控，应该说适应环境啊，可以这么讲。对。就是连续的得分。好球！好球！直接强行进攻啊！
要把发球的优势呢给发挥出来。比赛有牙在线上，刚讲完，我今天还真是铁口直断呢。那多讲几个，多对讲几个。对对对对。走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路线，也连追了2分。Rawi 真的很会蹦，他其实身材并不高大，但整个弹跳的高度啊，而且以及体跳的速度，对身体的延展性也很好。对，好球！对，要比跳我们也没在怕的啦。Nice， 在防守的退位上呢，也造成了一些干扰的效果，让对方想要把球打到后场去啊，结果反而是没有能够落在界内，双方5比5的平手，现在有机会来反超。哇！我去 Rawi， 他的这个杀球的威力也真的是非常凶猛。还有，再来。2个人都去补救的话，就没有人去接第2拍了。哇，还好没有撞在一起，悬崖勒马。这1分可以丢，但是人不能受伤。真的。好，再一次的感谢对方，这一次的发球失误，让台湾2队现在1分的落后，跟首局的赛事发展一样，同样都还是能够在初段咬住比分。把握，守一个，好球，还在啊！哇，真的尽力了。这球 Rawi 也是打得很聪明，他的进攻的经验啊，以及他的反应真的是不错，没话讲。这个发球，对，角度很刁钻。所以在目前呢，这个在秩序册上面看到他们的积分呢是在1748分。方才我们提到啊，基本上在这个所有的参赛的球队啊，或者是在世界的排名上呢，能够进入到100大，事实上都有一定的水准在的。双方换边的进攻，非常强势的发球，但是我们成功的接发，结果被拦网拦下来。3分差距，还有，要再来守一波。我不得不说，这个2号的Rawi，他的虽然身材条件不是顶尖，但是他的技巧、他的弹跳，真的都是在一流的行列里面。现在光是他的跳发就有点让我们的这个子琳跟陈刚有些吃不太消嘞。对，而且有在逆风处，球的威力也相对的更有难度。在第2局已经瞬间拉开了比分的差距，分数来到了11比6。
我对于庄子林以及这个胡晨刚来说啊，就是下午的还有一场比赛，那个才是关键，要面对卡达的一队。那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了啊，这个就是当然是有一些胜败的压力啦。但比赛时间就说重点是还有一些这个休息调整的机会，因为他们的第2场赛事呢是在下午的3点10分。那这场比赛呢，我依旧是会在我们的这个中央的球场啊，会为各位带来现场的直播。那如果是卡达的一队的话，在这一次的赛事里面呢，也是赛会的第10种子，在积分上面呢216分，那就跟这对泰国组合的这个积分差是相差比较多了。那在分数上面呢，可能就跟我们台湾的这2支团队啊，算是比较，当然从积分上面来去做判断的话，就是实力会更加的接近了。对。如果我们进入到明天的转播去看一下这个数据的话，其实你会发现 Wachiwari 真的他的进攻的效率啊，他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因为他起来又会跳，然后又在空中停留，所以其实我们在防守面对的时候也不敢乱跑。对。好，我们救了回来，真的是把局势判断得太清楚了。在排球场上，其实跟篮球场上一样，有的时候说跳得高不如长得高，但是某些环境下，这个长得高不如跳得高啊，也合理，也能接受。是。现在被拉开了5分的差距。而且整个比赛里面看起来泰国的这对组合呢，也是其实整个态度看起来是还蛮从容的啦。对。就是说，面对到比赛可能几个来回之后，然后观察对手，其实看比赛整个发展，他们都感觉好像都是在掌控的，他们自己本身的掌控范围内，所以整个情绪啊、场上的肢体啊、他们的这个态度啊，都非常的稳定。他们其实从青年队就开始一路培养上来，然后到成人队。那我们也有就是前优青少年、青年有去做培训，对。可是在网上的时候，因为毕竟学校，然后或者一些原因，所以就少了一些像他们这样的机会。对。每一项赛事的运动啊，就是要有足够的资源去在背后来支持，因为真的走到这个更高水准的比赛啊，就是说有些比如说不同的单项里面，很多的选手可能也是会面临啊，不管是课业或是家计的问题啊，就是会影响到这种参赛的时间啊、参赛的意愿，甚至参赛的这个场次频率都会受到影响。好球哇！这个也能够被守下来，哇，还压在线上，这球啊，真叫没位啊！真的没话讲，很有水准。对，身为东道主的我们，当然希望要为地主队加油，但对方的好表现啊，我们还是要给予肯定。是的。我们也该要有一个好表现出来了，要有一个精彩的 play。哇，没话讲，怎么有这么好的经验呢？很从容。第一时间就判断出来了，球直接往后送。假动作虽然是判断到了，但这球并没有处理好。今天这是我们转播这个第3场比赛而已。哇，可惜了！也想如法炮制，结果没能打过我。感情今天泰国的这对搭档呢是来上课来着。
他没有听到哨音吧？嗯。所以这边应该是要重打。嗯。好球！球。那现在就不要想太多啊，先把焦点呢，这个去抓一下比赛的感觉，然后把这个尽情的享受比赛，然后再接下来再把重心放到这个下一场。因为现在落后的分数，就今天的赛事来讲啊，的确是落后的比较多了一些，目前已经来到了17-10了。好球！机会出来就是好好把握。双方要再来换边来做进攻。现在看得出来，可能对于这个子林以及陈刚来讲啊，都可能会稍稍的有一些泄气啦，因为在尤其这一局，真的这个整个战况的发展啊，非常不顺。也可以说对方太顺，哎，好球，好球，好球。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对抗，其实他们陈刚跟子林应该就是收获满满，对，很好的经验。Nice， 哎，直接发球的 Ace 球得分，两个人的中间，对，刚好发在这不是三不管地带，是发在这个左右为难的一个球位上。在前面主要的攻击手啊，还是在这个我去 Rawi， 但 Pita 也是呢，他自己的身高也是够的，他的弹跳能力也不差的。但今天等于是把光环啊都做给了队友。哇，好球！搭配得很好。嗯。这次的攻击节奏就很快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的手又拉得很高。这看起来呢，明明是这个住在1楼半的住户哦，结果这个口袋一掏出来是3楼的邻居，哇，这真的没办法。哦，这球也还能救到，原地起跳还能够得分，金价5告厉害。防守反攻的弱点都打的准确度跟角度都很好。好球！啊，可惜了。看起来挑战一下，因为对方都已经在分数上面听牌了。对。这个角度上看，应该是压到线上，有插到线，应该是有压到线上哦。再换这个镜头，这个轨迹有嘞，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还蛮清楚的。好，20-15，但对方已经听牌，加油！对，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奋战精神。对。换一个角度思考，就像我们的球评老师说，这就是先来学经验。这场比赛这个时刻已经知道要反败为胜的机会不高了，那就当做一场这个学习经验之旅。但是下午还有一场比赛，那才是关键。哎呀，结果发球直接失误，那也葬送掉了这场比赛。所以在第2局的赛事当中呢，的比数是21-15，相较起首局啊拿的分数再少了2分。但不论如何呢，
这仅仅只是分组的第一场比赛，我们要先恭喜的泰国3队啊，这对搭档呢拿到了这个分组的第一场胜利。那我们也要替庄子明以及胡生刚呢这个加油打气，并且把这个他们的专注力呢要持续维持住，因为他们在下午的这个3点10分呢，还有一场硬仗要来面对。那接下来呢，又有一场我们台湾1队谢雅人呢以及吴信贤的搭档要来面对香港2队的挑战。所以这场比赛，观众朋友要持续锁定我们待会要送上的现场直播。